我的妈，今天咱要盘的这部剧开场就给我 CPU 干烧了。镜头一转，几个黑衣大哥跟丢了魂儿似的，对着空气大喊：少爷受委屈了。好家伙，我还以为是哪个霸总文学的付费片段泄露了，结果下一秒画风突变，咱们的受委屈少爷梁芬正在公司里当全能型经验宝宝，同事 A 让他整理方案，同事 B 让他明天带早餐顺便打卡，这 PUA 套餐都快赶上豪华自助了。全公司仿佛就一个正义的伙伴夏雨嫣，看不下去叨叨了2句，结果那帮老油条直接开喷，说咱们梁芬为了钱啥都干，给他钱屎都敢吃。我直接一个地铁老爷爷看手机，这台词是哪个9年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想出来的？而我们的男主梁芬呢，只是憨憨一笑，说大家都是为了帮我，他真的我哭死，为了凑那30万彩礼钱，简直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共享充电宝，谁电量低了都能来插一下。到目前为止，剧情虽然有点下头，但还在人类能理解的范畴。然而接下来这一幕直接震撼我一整年。一个贱兮兮的同事突然抢过梁芬的手机，大喊他在公司看黄片，还招呼全公司来围观。我寻思这傻子逆天操作，结果定睛一看，屏幕上放的居然是梁芬家里的监控。更离谱的是，监控里他那个未婚妻黄丹正和一个陌生男人在家里上演关灯斗地主呢。我以为同事们会震惊，会尴尬，会帮忙报警，结果你猜啷个着，他们居然开始品头论足，爆笑如雷，甚至有人嘲讽道：梁芬，这该不会是你老婆背着你乱搞吧？我特妈也惊呆了，这公司是啥子狼人杀高端局吗？全员狼人就预言家被刀了是吧？梁芬当场一某抄起家伙就往家赶，一脚踹开门，果然捉奸在床，结果你猜怎么着？他那未婚妻黄丹非但不愧疚，还倒打一耙，骂他是窝囊废，居然敢装监控。旁边那个下头男，也就是公司副总的儿子严少，直接掏出一沓钱甩在梁芬脸上，让他滚蛋。我直接好家伙，这不就是 YY 网文的经典开局吗？梁芬气得邦邦就是2拳，结果黄丹瞬间开启了疯狂补刀模式。他先是搬出严少的爹是副总，能分分钟炒了梁芬。接着又开始炫耀严少送他的爱马仕典藏款，说这包都顶梁芬2年工资，还说梁芬给严少提鞋都不配，最后直接把梁芬的行李打包好，像扔垃圾一样扔了出去。这操作堪称下头女行为艺术大赏，强烈建议纳入反面教材。被净身出户的梁芬在街上游荡，头上仿佛顶着一个七彩的 debuff。就在这时，严少还带人追上来补刀，甚至给他戴了顶绿帽子。这剧情简直是在观众的雷点上疯狂蹦迪。然而就在梁芬即将被物理超度之际，一个开着迈巴赫的黑衣小姐姐从天而降，一招制敌救下男主。我正纳闷这是哪路神仙，结果小姐姐一开口，我差点当场跪下。她说她是上泰集团的董事长钱媛媛，但现在的董事长应该是梁芬您才对。你觉得我信吗？钱总递上一张黑卡，额度无限，梁家全买单，并且告诉他老爷让他回来继承家产。梁芬一脸懵逼，还以为遇上新型电信诈骗了。紧接着他爹一个电话打了过来，直接摊牌了。儿啊，不装了，咱家其实很有钱，非洲80%的金矿和钻石生意都是咱们家的，上泰集团也是咱家的小产业，你这2年受苦了，该回来继承亿万家产了。好家伙，我直接好家伙，这泼天的富贵比8点档的狗血剧还离谱。原来梁芬不是经验宝宝，他是隐藏的满级大佬，在新手村体验生活啊。前一秒还在为30万彩礼发愁，下一秒就成了非洲矿主之子。这反转，我只能说，编剧你是懂我们想看的。梁芬瞬间黑化，眼神一冷，决定在第2天的公司年会上开大复仇。年会上，那帮曾经的牛鬼蛇神同事又开始日常嘲讽模式。有人说梁芬穿了一身鸡毛装，有人猜她是不是去工地搬砖了。而那个觊觎夏雨嫣的张总还拿出一瓶1万多的定制香水当众献殷勤，顺便踩一脚梁芬，说他肯定不记得夏雨嫣的生日。就在这时，咱们的龙王梁芬嘴角扬起了那3分讥笑、3分薄凉和4分漫不经心。他淡定地掏出手机，一个电话打给钱媛媛：喂，是我，梁芬，你过来的时候带瓶最贵的香水，我送朋友。全场瞬间哄堂大笑，觉得他被绿了之后精神失常了，居然敢直呼董事长的名字。然而没过几分钟，副总严经理亲自捧着一瓶爱马仕限量款皇室御用大师亲手打造的钻石级液体赶到，恭敬地交给了夏雨嫣。全场瞬间石化，但他们还没反应过来，严少和他爹就带着黄丹杀了过来。
当场就要开除梁峰。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真正的董事长钱总霸气登场，当场宣布开除严经理父子和黄丹，并且在所有人面前揭晓了梁峰的真实身份，他就是上泰集团新任的身价万亿的万中无一的梁董事长。当梁峰走上台时，之前那个说你要是梁董事长，我就跪下叫你爸爸的同事，脸上的表情比调色盘还精彩。小伙伴们可以把孝子2个字打在弹幕上了。我的妈，这剧情虽然土的掉渣，但这打脸的爽感绝绝子。